学们好，这节课我们将讲述抽油系统工况分析一节。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抽油机旋点进载荷，上冲程抽油杆带着液体一起向上运动，其旋点进载荷为抽油杆在液体中的重力和油管与抽油杆环空的液体重力。而下行程油动阀打开，固定阀关闭，液体作用于固定阀上，则抽油机旋点的进载荷为抽油杆在液体中的重力。对比上下冲程旋点进载荷，下行程抽油机旋点进载荷减少了由图中黄色的液体载荷。同学们想一下，该载荷是什么时候减去的呢？上时点下行程初始时刻，抽油杆带动竹塞下行，挤压泵内液体，泵内压力增加，固定阀关闭。抽油杆继续带着竹塞下行，泵内压力进一步增加，泵内液体对竹塞向上支撑力增加，作用在旋点的载荷随之减小，最终泵内液体压力与泵上压力相等，油动阀开启，液体载荷作用在固定阀上，因此上时点液体载荷从抽油杆转移到油管上。对抽油杆而言，液体载荷减少了 WLP， 处于拉应力作用下的抽油杆应缩短，其缩短的量可以按福克定律计算，为液体载荷抽油杆长度以及抽油杆弹性系数之积。同理，油管载荷增加，其伸长量为液体载荷抽油杆长度以及油管弹性系数之积。上述两者之和，也就是进载荷冲程损失，指进载荷作用下抽油泵竹塞的冲程长度 SP 较抽油机旋点的冲程长度 S 的减少量。抽油杆下行初始时刻，应克服进载荷冲程损失之后才能下行。为此，采用施工图反映抽油机旋点载荷随位移的变化，分别以抽油机旋点处位移 S 和载荷为横纵坐标。根据前述分析，先绘制上时点位置上行程转下行程这一过程。上行程末，抽油机旋点位移为 S， 对应的载荷为抽油杆在液体中的重量和油管与抽油杆环空的液体重力。液体载荷由抽油杆向油管转移后，抽油机旋点冲程损失λ，对应的位移为 SP。 下行程旋点载荷为抽油杆在液体中的重力，连接线即为卸载线，表征液体载荷由抽油杆向油管转移的过程。卸载结束后，抽油杆带动竹塞下行，其载荷不变，直到位移减为0。下行程转上行程时，恰好为卸载的力过程。液体载荷由油管向抽油杆转移，加载时抽油杆伸长，油管缩短，其变形量也为λ大，但载荷为抽油杆在液体中的重力和油管与抽油杆环空的液体重力。上行载荷不变，抽油杆运行至上时点 S。 注意，该施工图是在进载荷作用下绘制的，也叫理论施工图。下面举例说明加载的这一过程。这是某井的理论施工图，现取加载 20% 的液体载荷，此时抽油杆伸长量和油管缩短量之和为 0.2 倍抽油机旋点的冲程损失λ大。假设某人用绳从壶里取水，当桶与壶面平齐时，人只承受桶和绳的重量。当装满水的桶离开壶面 0.2 倍高度时，
人将增加汞酮20%的液体重量，此时砷伸长0.2倍那么大，而汞离开湖面0.2倍 h， 人需要拉动绳子的总长度为0.2倍那么大加0.2倍 h。 此时载荷的增加量与理论施工图的对应的载荷和冲程损失相对应。同理，当加载60%的液体载荷时，其对应的冲程损失为0.6倍那么大。此时汞离湖面0.6倍 h， 人承受载荷增加60%的液体载荷，砷伸长0.6倍那么大，而汞离开湖面0.6倍 h， 人需要拉绳子的总长度为0.6倍那么大加0.6倍 h。 只有当桶底完全离开湖面，桶内液体载荷全部由人承担时，加载结束，砷总生成量那么大，此时人拉砷的距离即为桶离开湖面的距离。典型的理论施工图只考虑了旋点静载荷为平行四边形，抽油机旋点载荷还包括管型载荷、振动载荷和摩擦载荷。管型载荷与加速度方向相关，由抽油机旋点运动规律可知，上行程前半程为加速度减小的加速运动，后半程为加速度增加的减速运动。因此前半程惯性力增大旋点载荷，下半程减小旋点载荷。同理，下行程前半程管型力减小旋点载荷，下行程增大旋点载荷。考虑管型载荷后，理论施工图变为倾斜的平行四边形。在稀有直径条件下，振动载荷和摩擦载荷较小，可由吉布斯提出的波动方程预测，将使光滑的曲线变为波动的曲线。这是某井取出的竹筛，可以明显观察到出现了偏磨的现象。上行程竹筛偏磨导致竹筛与汞酮的间歇增加，竹筛上部的液体漏到汞酮内，减少了产业量。下行程竹筛下行，液体通过游动法进入竹筛上部，因此除筛偏磨对下行程汞酮排液没有影响。这是竹筛漏失的典型施工图。同学们先观察上行程施工图的变化，冲程损失由 B 变为了 B 撇点加载变缓。假设抽油杆为钢体，竹筛运动的速度与抽油机旋点的速度相同，且为了与竹筛运行速度方向一致，横坐标为速度，纵坐标为位移。绘制上行程初始时刻抽油汞的示意图。竹筛速度由0逐渐增加，竹筛上行，汞酮让出一点的空间。因竹筛和汞酮间歇有漏失，假设竹筛上部液面漏失下降的速度为 0.5 米每秒，并将其绘制到竹筛速度图上。此时竹筛速度小于竹筛上部液面下降速度，以汞酮为研究对象，竹筛上行让出的空间小于竹筛漏失上升的液面速度，竹筛底面始终与汞酮液体接触，有浮力，加载变缓。同理，上行快结束时存在提线卸载的问题。这节课学习了抽油机施工图的相关知识。第7节教材上还讲述了汞吸入部分漏失、竹筛淤卡等典型施工图，请大家自学。